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造世界什么都聊。今天我们来上图形思考教学的第二课，工具应用介绍。目前在使用图形思考的工具其实有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个 Office Smart。Office Smart 在整个 Office 系列里面都有，包含这个我们的 Word 以及我们的PowerPoint 这个是大家比较经常用的，等一下老师会来详细的做一下介绍。第二个呢，也是大家比较经常会用到的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是一些初学者，我会建议你用这个MindMaster， 就是这个意图的思维导图。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比较罕见的但是老师也经常用它，因为它可以做很多的延续跟时间线这个就是叫 iMindMap 它简称起来叫做思维导图了好，那大概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三个软件这三个 software 怎么使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现在给它建一个，老师先给它建一个空白页来给大家做介绍。OK， 好，这个是 Office 的 Smart， 我们把它拉到边上去，然后开始来讲今天的这个部分Office Smart 其实很简单各位可以在左上角在整个 PowerPoint 的左上角这边有一个插入插入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绿色的文件夹的这个图标，这边有一个插入这个 Smart， 可以把它点开来。点开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 Smart 的基本图形都在这里所有的 Smart 图形都在这个地方那比如说我们有可以使用列表类型的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个流程类型的，之前7大图形里面有讲到过的，还有循环类型的，那么也有所谓的层次结构的，比如说深挖图、柱状图，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层次结构的部分。还有我们经常用到的关系图在这个地方也有，也就是所谓的交换图啦。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象限图的这个矩阵还有经常也会用到的这个正金角金三角金字塔的这个部分，那也可以用倒三角，它这里面都有多形式。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一些图片在里面，如果你要加以美化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在这里使用。那么怎么用它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假设先拿一个来作为部分嘛，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应该一开始大部分都会用到的是列表。好，那假设我们来做一个列表好了，做一个简单的线型列表各位可以看到吧，这边有一个线型列表。那其实所有的思维导图以及Office 里面的 Smart 应用，大部分都会用到我们讲的目录结构，就是有上下级关系的这种目录型结构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假设假设我们今天上课吧 ，OK， 思维导图图形教学好了图形思考，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类，对吧？那么大类以后呢，我们可能会有小类比如说Lesson 1第一课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是图形思考，那么我们的第一课讲的是开篇，对吧？我们原来讲的是一个开篇开篇有什么？有桃太郎对吧？那第二课我们讲的是7大图形那么第3课就是今天讲的软件应用就是软体的应用部分。那么只有2层级吗？No， 不是的，它可以再增加很多的图形，它很方便你在左手边这边打字，它就可以出来，然后你可以点击右键，这边有升级降级的部分，也有上下移动的部分那上下移动的部分也有很多方法你可以直接按住你的滑鼠的左键就可以拖拉了所以我们再来降一级好了，降一级，那么这个桃太郎的开篇里面我们有讲到交换，对不对？假设我们有讲到这个交换图那么第2层级我们有讲到这个树状图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作为一个使用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出来了，老师把它变成白色的，好吧？变成白色，大家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好，OK，我把它缩小一下，就不会跟上面就不会混乱了。好，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话，一个图形思考的列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那其实这个列表它的这个目录层级已经出现了，对吧？那我们可以再把它变换成不同的 Smart 应用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想，我要怎么样更容易的去呈现？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呢？可以啊，我可以变换很多 Smart 里面有的啊，有没有发现？我可能可以变成这样子啊，我也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我也可以把它变成加图形的啊，这种列表都可以，发现了吗 ？OK， 其实它很方便，对不对？多方法对吧？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变更为其他的这个 Smart 布局。假设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流程吧，可以把它变成流程。那它流程的部分，它就自己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其他的 Smart 设计啊。假设我们可以把它应用成交互，对吧？也可以把它用成这种齿轮状的介绍都可以。OK， 看到了哈。好，那很简单，这个就是一个 Smart 的使用跟应用。那当然，根据你所要表达的内容，再去关注它，把它变成大家能够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好，那这个就是一个 Smart 的简单的介绍。那当然，以后我们会再专门，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再专门开 Smart 的课程，然后来教大家如何使用一些快速的应用。那么在以后的练习题当中，你可以使用自带的这种 Office Smart， 也可以使用等一下老师介绍的2款软体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 MindMaster 这是一个思维导图比较经典的。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 download， 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 Google 一下，我们可以去进行 Google 一下，OK。我们可以 Google 或者是百度一下都可以然后你可以直接去搜索，比如说意图然后意是记忆的意记忆的意，太慢了意义的意，意图大师意图 OK， 意图的下载有没有看到一个下载东西？你都可以在里面去下载。然后意图它下载的话是免费使用的，除非你要开设一些功能那么如果你要开设一些比如说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可以跟你的团队来共同使用的这种共享版本啊，这个它可能就要收费了。好了，那我们先来打开软体来看一下OK， 那我们来打开软体它就长成这样。然后一开始打开以后呢，它会有很多的模型提供给你去使用。大部分我们如果做思维导图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放线图。那当然你慢慢习惯以后，你就会看到有老师讲过的7大图形里面的很多使用方式有树状图，也有这种深挖图结构图都有。好，那我们今天简单的先来讲一下这个大家比较常用的部分。那么假设我们今天要来考虑，我们还是以课程来作为一个分布好了。那么打开以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中心主题。那假设我们今天还是讲图形教学图形教学老师在设计课件的时候就会采用这种方式，老师先把它全部删除吧，然后老师来教你用快捷键。其实快捷键很方便，一般正常如果你回车的话，它就自动在你本集会去生成一个新的框架出来。那如果说我们要再往下一集呢，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左键右键找老半天？不需要你只要按一下 Tab Tab 在你的左上角这个位置按一下 Tab， 它就出现了。好，那再下一集，它可以无限集，对不对？那么正常我们在思考问题，其实用这种思维导图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会非常快速。假设我们今天要教这个图形教学，还是按刚才那个方式我们来做设计图
图形教学，我们一开始要告诉别人我们的课程内容有什么，就是我们的课程目录，对吧？我们有一个课程目录，思考问题哈。那课程目录做完以后，那我们还要再去考虑什么呢？考虑这个应用吧，课程的应用。OK， 那我们的发布方式，或者是受众方式等等，很多方法你可以去用。好，那么课程目录呢，我们就又可以再按一下 Tab，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到下一集，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做说明。那么在这里做说明，可能我们就会讲到Lesson 1第一课，可能就是可以开篇桃太郎作为故事哈。好，那么第二课就是我们的7大图形。那第3课可能就是软体的应用教学。那么第4课，我是先做简单的比喻哈。第4课可能我们要有第一次的训练。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都出来了？好，那么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写一些细节了哈。比如说，桃太郎开篇这边我们要找一个动画，让大家能够快速的看到，能够快速的理解我们要教学的内容。所以我们找一个动画叫什么？桃太郎。OK， 好，那么桃太郎的部分呢，我们要分节点，我们要有一个分节点来作为什么教学 ？OK， 好，再来就是情节的，情节的比喻吧，情节的比喻教学，那这样是不是都出来了？那么这样的层级结构，你这样画起来就会特别容易来画，对不对？好，那我们假设再来讲一下这个课程的应用部分。那有时候我们都会有重复的部分，我们只要把它选中，按住左键拖拉，选中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加载过来了。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跟它有一个关系出现的时候，假设我们今天要跟它有一个关系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开篇的这个桃太郎的课程应用有哪些那假设我们要把这个找一个动画跟这个课程应用的部分要关联起来，我们就要点击用左键滑鼠的左键点击一下这个找一个动画，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菜单目录栏上面有很多的选择，对吧？这里有一个关系线，可以选择这个关系线，它出现一个箭头啦，假设我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可以任意变化它的形状防止我们会挡到我们的课程内容或者我们的设计的这个图形的内容。那么各位可以在这个部分呢去填写这条线我想表达什么呢？比如说找一个动画来作为课程应用开篇，就是为了方便展示，那么采用视频方式来做。好，那这样不就出来了吗？对吧？好，可以，这条线就出来了，然后同时我们的阐述也出来了。好，那么上面的这一个菜单栏都是工具这上面都是工具。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主题的部分，我们能不能变？当然可以变了，好，你的子主题的部分也可以变那么当然你有多个主题或者有这个关系线那么当然你也可以为每一个你所画的问题去做简单的标注就表示说我现在这个先标注一下，以免忘记了一般我们做标注就是当你在这个脑筋风暴的时候，在脑力风暴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快速先记录一下，找一个动画，要什么动画呢？第一MP4 的视频。这是一个找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我们一样给它一个 tape， 我们可以做子主题的阐述。MP4 的视频不超过5分钟 ，OK， 然后要注意版权，然后其他我们可以暂时先这样标注。可是这样画出来是不是越画越乱，越画越乱呢？好，等一下老师会教你怎么来做一些框选。好。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思考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把这3个重点要罗列成，把它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下面更多的层级的详细介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圈起来，一样哈，用左键拖拉圈起来以后，点击概要，有没有发现跟它有关系的这个部分，它就会形成一个概要了。一样，我们在概要的这个 tab 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标注。OK， 这个录制的时间啊，然后录制的内容，假设哈，这老师都是瞎写的，你不要管老师哈。其他内容，这样是不是一个概要它就出现了？可是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也挺乱的？我们能不能再给它更详细的做一个标注呢？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圈起来，然后点击一个外框，会发现它每一个外框的部分就会形成了，并且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整个开篇的内容跟这个重点，是不是就很框架性的把它圈起来了？那么为了能够更容易的去理解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概要的部分，因为老师经常会有一个习惯会把不同的这个形成方式做不同颜色的阐述嘛。因为概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老师一般都会用红色的框框把它框起来。那像这种备注类型的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批注类型的标注类型的，老师一般会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起来，比如说紫色，它是稍微比这个概要还要不重要一点点然后其他的这个大框框一般用绿色，或者是你有更多框框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不同颜色把它区分开来，都可以。那么这个框架做完以后，你还可以再加 tab 做标注它可以不断的这样延伸，不断的这样做下去所以你会发现它感觉起来是不是很好用？那当然我们可以，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就已经这么乱了，所以它需要整理。那如果有这么多个，你怎么办？假设你有这么多个，你怎么办？那你是不是更应该要用颜色去把它区分开来？这就是它的一个好处跟优势啦。这样的话，上面这一排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些工具跟布局的使用方式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去写一些公式都可以然后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剪贴画啦、表格啦，你可以插入表格，什么都可以都可以这样来做，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左手边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就是一个样式的设置，比如说颜色，我们选中这个框框，我们就可以为它选择一些颜色，比如说浅蓝色 ，OK， 这就是一个颜色的设置。那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布局上的改变比如说这个线条的部分框架线条部分，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带有弧形的，对吧？把它放大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部分，这个黑线的部分是这样的，对吧？假设我们要改变它的这个形状我们可以在这里修改它的形状，改变它的这个线条形状，可以把它改成3个直线，对不对？也可以改成稍微宽一点的，也可以把它改成方形的带箭头，也可以改成这种带弧度，都可以，你可以随便去选择你觉得喜欢，然后又能够很容易的让别人看得懂你这张图的方法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为这一些节点的这个线来做一些颜色的分配，可以改变颜色，分支结构的这些线条颜色你都可以改变，有没有看到？都把它变成这种咖啡色的嘛。那当然，你也可以为这个布景背景去改变颜色。那你也可以去改变你的一些比如说水印啦因为有时候你怕你的图被抄袭的嘛。当然，你也可以快速的选择这种色彩模板那色彩模板自动就会帮你分配好不同的颜色。看一下色彩模板，有没有发现它自己在变这些色彩模板你都可以去改变它，有彩色的，有单色系的都可以。但是你要记得你只要改过颜色的地方，它就不会变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框框的那个红色的部分，它就不会再改变，因为那是你自定义的，它就不会去改变。这样理解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字体，发现可
可以选择一般我们常用的雅黑、宋体或者楷体、黑体等都可以。怎么样看起来舒服，你就选什么样的字啊，由你自己来选择。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手边的这一个第二栏，刚才那个是样式的设计，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栏哈。第二栏我们可能要为它标注一些重点啊。那它这边有一些图标是默认的，你可以使用的。OK，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进度我们先选中它，然后点击啊，它这边就变成1了，有没有？啊，假设我们要变成2、3。就可以这样去加图标。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概要已经完成了，我们加个笑脸吧，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容易理解？或者你可以把它改变成星星，红色的星星，蓝色的星星啊，都可以。当然你可以加上符号，一些比较易懂的符号，比如说人的符号啊，或者是这个已经裁决的符号，这像不像裁判的符号？好像法官的那个锤子有没有？那当然，假设我们这个地方标注这个地方还没有想法的时候，我可以加一个灯泡，这就是问号灯泡，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脑力风暴一下，来记录下来。那当然你也可以加箭头啊，加旗子，好哭了，这个地方还没有想法怎么办？哭吧。好，那也可以加一些进度啊，完成了多少都可以，方便吧 ？OK。这个就是图标的快速标注部分的应用，可以的。剪贴画部分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剪贴画的部分。假设我们来弄一个商务办公的吧，可以把这个一样按住左键，按住把它拖拉出来。这些图标你可以用在任何的地方啊，它跟刚才的那个图标不太一样哈。这个剪贴画你可以运用在不同的地方，并且你可以，它是矢量图哈，你可以放大缩小。来，再放一个头脑，开始脑力风暴吧。这边你可以把它换成剪贴画。OK， 好，这样的话应该都能够快速的去理解哈。啊，这个就是关于剪贴画部分的应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任务哈，因为我们大部分在做思维导图的时候，经常都会使用到任务这一个板块啊。比如说我们在做它的时候，这个部分我可以给它设置一个任务。任务的优先级部分，我们可以按一个添加来进行添加你的任务部分。然后你看到没？它主动的就会帮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出来。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啊，那么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怎么样去做一些设置了哈，可以做一些设置了啊，比如说优先级是1，对吧？好，那么开始的时间是什么？都可以在这里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这个栏目，你可以去上传一些你想添加在里面的一个片。好，那它添加图片的方式是采用这个 QR code 扫码的方式去添加。好，那关于这个思维导图的使用方式是不是很简单？好，那后面老师会再教一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哈，今天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软体的使用。李老师很喜欢他这个风格，就是关于这个手绘风格。你会发现它这个线条就变成是手绘的，像是手画的一样。那你可以去设置它的一些背景颜色啊、主题啊，这些都可以去创建。会发现，如果你懒得去画的时候，它自动的就会根据你的设置来定义，有没有？啊，它有很多已经做好的模板，你可以去使用它。当然，最后你可以添加上水印了，因为你怕人家抄袭你的 idea 的时候，那当然你可以自定义哈，也可以用文字，你可以添加一些文字内容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好，这个就是它的部分。好，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幻灯片的部分哦，它这边是可以创建幻灯片的哦，可以自动创建幻灯片，看到左手边。啊，它这边找出来就已经有3张图，刚才
着重的去标注的地方，它就全部看到这个图形目录课程的应用，然后你可以 OK 好了吗？方便吧？关闭这个预览哦，然后你可以播放你的幻灯片，一样你点一下左键，它就会自动往下播了。然后你可以采用片例主题的方式片例分支，它就是将你的每一个节点的部分一个一个去阐述，这也是你在做一些演示的时候可以方便使用的。然后你看它下一集，然后再来就到这个课程应用了，发布方式了，没有？不断的循环。好，那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导出。我们来看一下它导出有哪一些东西就是它可以导出哪一些格式。其实老师经常用，老师知道它蛮多的，大部分的都支持。比如说我们可以导一些图片格式，比如说常用的 JPG、BMP 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少JPG 还有 PNG 这两个格式我们可能会用的比较多。那因为我们在做思维导图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到菜单的这个缩放功能，所以一般老师都会建议同学们去导出的时候，把它导成 PDF， 把它导成这个 PDF。OK， 那你也可以导成Office 的不同形式，比如说 Word， 常用的就是 Word、PowerPoint、Excel 都可以。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导成一个网页格式，就是 HTML 格式，这样的话可以便于我们做网页的工程师可以快速的使用，就不用再一个一个再去画图切图了。OK，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智慧导图的使用方式就是 MathMaster 的这个使用方式。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个 iMathMap。iMathMap 很少会看到，我不知道海外有没有人在用至少老师在使用的时候是很少碰到说有用同样类型的这种软体。那它让老师能够喜欢它的原因，它是正版的我先阐述一下，这个版本基本上我们都是买正版的，盗版的我到现在还没碰到过表示用它的人比较少。OK，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可以采用哪一些视图。首先它的图形化结构是比较美观的比如说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导图部分对吧？这个是主题一样，按照刚才那样我们可以选一个主题选一个我们喜欢的主题老师就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吧，就这个蓝色的这个。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3D 的常规的，它有一些分类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好，老师选一个简单的吧那么中心主题就开始了一样，它可能看起来操作比较麻烦，可是它很方便比如说我们可以一样做一个图形思考的教学，字体跟那个大小我们先不管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它的使用方法跟刚才我们用的那个意图是一样的我只要敲回车，它就可以到下一类去了，下一集去了那么你也可以用 Tab 方式去做下一集的延伸，有没有 ？OK， 很方便吧？那它的图形结构的阐释方式会比较多然后你可以添加一些别的，这个是分支然后可以再添加一些别的方式，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移动就它比那个意图更方便的一个地方是，它的图形设计能力比较强，它是可以移动的。然后你可以做不同方式的展示，可以在这里用画图的，有没有？它是不是比那个更方便但是使用方法难不难？其实一点也不难然后重点就是你要多练习啦，只要多练习就可以。你只要多练习就可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是老师曾经讲过的那个泡泡图对吧？泡泡图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泡泡网使用，一种是群组使用那么我们可以快速的来分配一些我们的想法。我们假设我们先以这个泡泡图那一样我们还是用图形思考
OK，那老师在想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图形思考要干嘛呢？要教什么呢？首先可能先做个动画开篇吧。OK，发现有没有？它自动就弹出一个泡泡出来，对不对？很方便，对吧？好，那我们再思考第二个。动画开篇以后要做什么？要教大家图形，那就7大图形吧。那么接完7大图形以后要干嘛呢？要介绍软体啊，要不然大家怎么用呢？好，介绍完软体还要教什么？要教大家训练嘛，训练课程哈。训练课程完了还要教什么呢？实际应用，是不是很方便？好啦，我们暂时我们对于这个图形思考教学，我们就先分这5个来看。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去做延伸，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来先从开篇开始吧。你看它会自动缩起来，有没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的看到你现在正在做什么。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开篇。开篇里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东西，比如说找视频。好，那要找什么视频呢？桃太郎。找完桃太郎还要找什么呢？划节点，要画出节点来，对吧？然后介绍基本应用图形的基本介绍吧，基本图形。然后我们可能再加一个找视频完了，我们可能要发布，假设发布视频。老师瞎写的哈，不要管老师哈。你会发现它都出来了，对不对？那刚才那些去哪里了？我们就要点回主目录，它就出现。有没有看到？那有时候我们想要把它一起看的时候，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好了，我们把这个泡泡群组全部划开来它就变成在刚才我们这个是在动画开篇动画里面，对不对？在这里面的。好了，这一些能不能继续这样做呢？可以啊，训练课程一样，我们训练课程可以做，比如图形训练。它就出来了，对吧？好，那图形训练完毕以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其他训练吧，简单一点。它又出来了，有没有？我觉得整个群组是不是就全部都可以展示了？那我们可以把它回到泡泡网这里来。那每个人可能根据他的习惯不一样，他在操作这个泡泡图的时候的使用方法就会不太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的这个模板部分通常我们做分类的时候，老师会习惯用这种辐射图形来做我们会习惯用这种图形来做。那它这个有一个好处我刚才看到这个课程，老师用复制的吧，快一点一个一个打吧。说开篇，没发现它分类分出来了开篇的下一个我们可能就是图形教学然后训练。有没有发现它像一个扇形图一样的一个圆桌扇形图一样的？我们假设先以这3个来做吧。那它的分类下去的方法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往下来做，比如说视频，出来了吧？好，5分钟就可以便于你很快速的去思考问题。好，再来一个，视频5分钟，好，动画，好，太郎，它会自动计算你的这个重要性然后用扇形方式来展开。那当然我们在训练这边也是一样，可以再做同样的东西。那么训练的部分可能我们刚刚有提到是图形训练然后实际应用。好了，你会发现它自动会缩减，对不对？
那图形的部分可能是7交换图，好，再来树状图、泡泡图。好，假设那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很均匀呢？它自己就会去分配这一些大小跟重要性啊。那当然，它也可以做一些框架性的样式修改等等都可以哈。发现现在在换颜色，你也可以换字体，可以修改字体。这里面没有这个字体哦。啊，看到了吗？这些字体它就自动就会换。然后布局你可以换一些布局，都可以换。换完以后保存样式就可以了。啊，这个很简单吧？然后你可以调一些大小啊之类的啊，缩小放大都可以。然后如果你不会用Ctrl 的这个快捷键，你可以用右上角的这一个拖拉也可以。全屏。哎，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刚刚做的第2张图，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快速的这样来做思考啊。这另外一张又回到这里了，好吧？好，然后看一下其他的哈。在这个组织图表呢，大部分是用在树状图跟深挖图里面。我们也曾经讲到有介绍过这一个树状图，对吧？大部分我们用在组织结构哈，比如说董事局。董事局旗下可能会有总经理办公室啊。那么这边有一个董秘办公室。当然你可以再往下啊，或者是按 Tab 都可以。发现方便吗？那这些结构它自然就会形成，它自己就会形成这些结构出现了，好吧？树状图的应用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你不用在一个框一个框的去拉它、去画它的，这样太累了。我们学会用好一点的这种免费的软体啊，或者是你习惯的软体来用都可以。好，那组织结构表这边有很多的展示方向，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捕获的泡泡，都可以去换，都可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灵感触发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一般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用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就老师最近在思考一些问题哈，说人生的下一步怎么办哈？是的，那我就把它这个标签放在这里了。当然，我们有一个想法，也可以再做一个想法，比如说，哎，课程教学。好，那这个是想法，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之类的更详细的说法哦，更详细的一些想法。人生怎么办？生和老病，哎，它是不是都出来了？生老少一个病，那他是不是就把人生下一步这边的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看的这个公告栏一样，一个标签一个标签都可以贴出来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再添加我们也可以再加一些东西进去，都可以再下一步吗？可以啊，看到啊，可以一直添加无数个这种想法。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图像，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图像文本进来。老师先随便抓2张图哈，那个 icon 哦 ，OK， 这张图出来了，我们可以加一些图在里面很方便吧？好，那我们也可以增加小想法，哎，这是小的，叫小想法。那小想法可以任意放吧，可以放到里面去，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哎，
不想要了，哎，其实它跟人生没有关系，它跟课程有关系，我就把它加课程里面去，都可以。然后可以分组，哎，这个组别先把它落出来，哎，组别好了，组别有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添加到里面去了？哎，整个被我拿进去了，就采用这种拖拉方式来组合我们所想组合的每一个想法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用这种思维导图的时候，比较麻烦的是，当你画完图想再更改框架的时候，有时候会把自己弄得很乱，对不对？其实这种方法很简单哈，像我就比较喜欢用这个 software 来做相应的一些灵感触发的事情啊，那你就可以这样来拖拉来增加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形成一个关系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它形成一个关系，看到？哎，像不像那个刑事警察局在办案的时候，满脸的照片、证据、形式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有没有看到？哎，有没有拉红线？有时候我们看悬疑片的时候就这样。当然，它的画布大小、图像类型、颜色、样式一样都可以修改。那这个老师就不再多做说明，好不好？多的还是需要你自己要去多使用啊。我们看到点了一个整理，它自动就整理出来，方便吧？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其实所有的思维导图，最终我们都是要付诸于实现的，就是我们要去执行它嘛。那么执行它，我们是不是要排 schedule 出来？我们要排一个时间表出来。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长，我们按照这个默认的4周哈，从今天开始的4周，我们要做哪些事情？一般这个我们叫做泳池图啦哈，有没有像那个游泳池的那个线道一样哈？那一般我们这边就会添加，比如说一个甬道，先把它这个甬道添出来。这个甬道是干嘛的呢？这个甬道是视频小组的，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哈。再增加一个甬道，这个是这个是音乐剪辑小组的，假设哈。好，那这个是字幕组。好了，那这3个都出来了，对吧？好，那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加里程碑了啊。比如说视频小组要先加一个任务哈，这视频小组要先加一个，要先去拍摄，对吧？那么 OK， 它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哈。你发现它的这个任务就出来了，就今天什么时候？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时间怎么改啊。然后再来，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什么里程碑？我们加在16号吧，16号加一个里程碑吧。这个完成拍摄。好啦，这个主线图是不是出来了？从里程碑16号这一天，我们要完成拍摄。那这中间你到拍摄是不是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增加？比如说邀请摄像师、摄影师邀请摄影师。好，有没有发现？然后我们可以再增加不同的任务进来，都可以。然后这些任务都是可以关联的这些任务都是可以关联的，记住了那么邀请摄影师，希望他13号能够来开会那么14号再增加个任务，假设这个我们要有灯光师那么16号可能要加一个任务，就是导演到位，说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里程碑之前来完成所有的这个里程碑想要完成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当你选择上它的部分，你就可以在右手边这边看到你可以给这个添加一个类，然后可以滑到这个类里面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划成摄影小组啦，或者是拍摄类啦等等之类的这样的分类，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然后你可以去添加详细的信息比如这个信息我们刚才讲的是拍摄吧，完成拍摄，这是随便打比如说这个是完成拍摄的一个任务信息，然后开始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是从今天开始
现在开始，然后到15号下午15号下午3点要完成，那它自动就会给你计算出这个时长，它就会自动给你算出来。其实这个甬道图的使用有点像Office 里面有一个很专业的软件叫 Project 吧，应该是叫 Project 的，我印象中叫 Project 你可以查一下哈。然后你这边也可以把这个任务改成这个所谓的里程碑也可以。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这个前级任务，前级任务的意思就是当我要完成这个事情之前，必须要完成什么，我才可以开始。比如说剪辑师的任务是要等你拍摄完毕了，那么我才能够开始。这样的话就可以抓准一些时间点。比如说摄影师如果延期延误了没拍准了，那么我后端的这个就是我后级的这个剪辑任务自动就往后延。这样的话就避免你不会有时间冲突并且没有完成任务的一些情况。这个是属于任务信息的部分，在这个软体的右手边。好，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大纲都出来了，对不对？这所有的大纲全部都出现。好，那当然你可以加载一些附件啊，比如说你可以加载拍好的影片，你可以加载一些语音的留言，可以加载剧本字幕等等都可以在这里边加载，非常方便。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图标，嘿嘿，笑一个来，笑一个表示我这个做好了。然后这个灯光师的部分，一个魔鬼的脸，自己看自己想啊。好，这个是刚开始，我们就来个拳头，来个这个秀一下 muscle。好，表示什么？大家加油，开工了啊！当然，它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本地设置属于你自己的 file 档，你自己的文件夹。你的文档档案夹里面，你可以放入一些你自己有的一些表情图。然后这个是图标的部分，这个是图像部分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图标部分。图标部分它跟那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是那个剪切图是一个概念可以放一些图。OK， 很简单吧？好，这整个就是关于这个iMageMap 的使用方式。那么老师就简单先讲到这里。那么关于后面的部分，大部分我们都会用到不同的课程。OK， 那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了那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下堂课开始，我们要来带着大家做一些热身运动，来熟悉我们曾经学习过的7大图形然后还有我们今天所教学的软体应用。好了，我们下堂课再见，一定要记住天天收看我们的造世界什么都聊，拜拜。